S 哲斯坦死后的选择。在 S 哲斯的教导中，他提到了死后的选择，并说明3个主要的方向供灵魂选择。首先，灵魂可以选择再转世，这意味灵魂可以选择再次投入到物质世界中，重新经历人类的生命。透过转世，灵魂有机会在新的身体中学习和成长，修正过去的错误，并探索新的可能性。其次，灵魂可以利用前世的经验为基础，重新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这意味灵魂可以在非物质的领域中，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意识来改变和修正过去的事件，并开创出不同的未来。第三，灵魂可以选择全然投入豁然系统中，这意味灵魂可以选择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在非物质的领域中自由探索和体验。这种选择通常由那些喜欢将生命的结构和过去、现在、未来相结合的人做出。他们倾向于接受轮回转世的方式。在 S 哲斯的教导中，他提到那些已经在转世系统中有过尽情发挥和进展的灵魂。一些灵魂可能会发现自己对物质世界不再感兴趣，并选择离开物质生存的圈子。他们可能会离开转世系统，并选择成为灵性导师，帮助其他众生在他们的转世旅程中。另一方面，一些灵魂可能天生偏好产物的方式，他们以心比心的方式理解世界，并通过触类旁通的方式从周围的事件中获取启示。对于这些灵魂来说，他们会将豁然系统作为下一个努力的主要目标。这意味他们将专注于发展自己的意识和灵性，探索非物质领域中的无限可能性。无论灵魂选择哪种道路， S 哲斯强调了灵魂的自主性和多元性。每个灵魂都有独特的目的和意识发展的道路，并根据自己的内在导引做出选择。重要的是，这些选择是自由的，并且可以根据灵魂的需求和意识的成长而变化。S 哲斯谈过渡时期，计划来生。在 S 哲斯的教导中，他谈到了灵魂在过渡时期和计划来生的概念。过渡时期是指灵魂在死亡后从物质世界过渡到非物质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灵魂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并回顾了他们前世的经验和学习。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灵魂可以开始计划他们的来生。这是一个深入思考和设计的过程。灵魂会考虑自己的目标、学习的重点和成长的需要。他们可能会与其他灵魂合作，制定共同的计划，或者选择独立进行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可以包括选择转世的时机、地点和家庭，以及选择适合实现目标的环境和情境。灵魂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和学习需求，选择具有挑战性或有特定学习机会的生命经历。S 哲斯谈选择重组前生。在 S 哲斯的教导中，他提到了灵魂在计划来生的过程中可以选择重组前生的概念。这意味灵魂可以在新的生命中重新结合或聚集以前的个体意识和经验。这种重组的过程可以让灵魂在新的生命中继续建立、扩展和发展他们在前世中所学习和经验的能力。这种选择可以提供灵魂在新的人生中更大的连续性和连贯性，并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成长。这并不意味灵魂只能重复过去的经验和角色，而是指灵魂可以利用他们在前世中所学到的智慧和能力，以新的方式创造和表达自己。这种重组可以包括重新结合不同的人生元素，探索不同的角色和身份，
以及追求新的经验和成长的机会。S 哲思强调了灵魂的创造力和自主权，他们可以在计划来生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做出选择。这种重组的选择是灵魂根据自己的内在导引和智慧所做的决策，旨在推动他们的成长、学习和进化。S 哲思主张信善而不信恶的理念。S 哲思主张的信善而不信恶的理念，强调个人信念对于个人经验和现实的塑造力量。他指出，我们的信念系统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互动方式。如果我们相信世界是充满邪恶的，我们就会体验到邪恶的存在，因为我们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情绪和行为。S 哲思强调，所有生命和生存现象都是神圣的，而邪恶的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信念系统中。他认为邪恶只是人们对某些行为或现象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是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信念、价值观和文化背景。S 哲思提倡以正面、善良和神圣的信念来塑造自己的现实。他鼓励人们从一个爱与接纳的观点看待世界，以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人和事物。这种信念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营造一个更和谐、积极和有意义的生活经验。S 哲思进一步说，你的感官所认知的这个世界正是你自己信念的产物。要是你相信有邪恶，你自然就会遭遇到邪恶。所有的生命与生存现象都一样神圣，邪恶在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如果由个人到整体都抱同一观念，那么世事就不会与你们的认知能力相冲突，而你们感官中的世界也自然就是乐土。